前有天上人间小红楼，后有首富创办歌舞团，前者服务大众，后者服务徐老板，200多位角色佳人，个个都是天使面孔、魔鬼身材，既能在台上逗得马云眉开眼笑、吹起口哨，也能在台下让一众官老爷服服帖帖。一年开销足足上亿元，头牌美人的年薪更是高达900万元，上亿的豪宅随便住，各式豪车轮着开。首富为他们花钱从来不心疼，哪怕自己已经债台高筑，也要让他们锦衣玉食。这200个美女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首富徐老板的金屋藏娇。2024年的年初，一名白姓女子结婚的消息突然登上热搜，点进去一看，原来是恒大歌舞团的前团长。此消息一出，才崩塌不久的恒大帝国再次被带上热搜，就连白珊珊和许老板之间的那些风流往事也被网友们给翻了出来。恒大歌舞团这个曾经红透半边天，同时又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舞团，又一次成了大家伙茶余饭后八卦的热门话题。这事儿还得从1999年说起，那时候恒大歌舞团还没影儿呢，只有一个叫金碧巨星歌舞团的。那会儿的恒大也不像后来那样家喻户晓。金碧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许老板开发的第一个楼盘金碧花园，当时这个歌舞团服务的还是广大业主和市民，到了2009年却注销了。同年恒大在港交所成功上市，许老板手握100亿现金，不愿再走下里巴人的群众路线，决定玩点高端的阳春白雪。于是就在2011年另外成立了恒大歌舞团，除了名字不同外，整个歌舞团的人员也是大换血。许老板还专门将总部大楼的顶层，也就是第42层作为歌舞团的工作场所。根据他的规定，只有他本人和特定的高官，还有他邀请来的座上宾才能上到这一层，普通员工禁止踏足一步。除了上春晚和政府相关的重要演出，该歌舞团基本不对外露面。随着恒大暴雷崩盘，歌舞团的诸多内幕相继流出，大众这才知道，原来这个所谓的歌舞团并非只是歌舞团，而是许老板的私人后宫，也是他对外作战的胭脂军团。关于该歌舞团，网上曾流传过一张相当出名的训练照片，9个细腰翘臀的舞蹈演员跪趴在地上，围成一个圈，全都穿着桃红色的紧身训练裤，屁股高高翘起，看起来就像一颗颗饱满的水蜜桃。别说男人了，女人看了都忍不住浮想联翩。一位学者博主就曾在微博上开玩笑说，楚王好细腰，许帝爱翘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恒大歌舞团的演出仅限于公司内部，直到2010年，许老板豪掷1亿元收购了广州足球俱乐部，并一举夺得了中甲联赛的冠军宝座。他一高兴便大手一挥，斥资数千万元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当晚，恒大歌舞团也首次在公众面前惊艳亮相，献上了一支震撼全场的舞蹈繁华盛世。转眼间就到了第2年，歌舞团就正式注册成立了公司，开始以恒大子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运营。时间一晃来到了2014年，歌舞团的灵魂人物白珊珊闪亮登场了。她是贵州人，典型的苗族美女，盘亮条顺，从小就开始学习舞蹈，后来考入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继续专攻舞蹈。在第20届模特之星的广东总决赛还一举夺冠，这才引起了许老板的注意。在他的大力邀请下，白珊珊也加入了第42层。凭借着出众的舞蹈功底，没多久他就成了整个团队里最耀眼的存在。到了2016年，白珊珊就已经能站在年会的中心位发表感言。要么说人能成功都是有道理的，彼时的他站在台上大气又端庄，句句话都把许老板捧上了天，还倍显真诚和体面。时隔2年后，他就当上了歌舞团的团长，自此便一路风生水起，直奔人生巅峰。最开始的时候，歌舞团最初成立时成员还不到100人，后来随着恒大集团的快速扩张和壮大，歌舞团的成员也迅速增加到了200人。作为整个集团对外展示的形象门面，许老板对歌舞团的选人标准那可是定得相当高。参加海选的女舞蹈演员身高要求不能低于1.7米，年龄也严格控制在25岁以下，身材更是要接近完美的黄金比例。所谓3长1小，指的就是脖子、手和腿都要修长，脑袋要小，脸蛋儿还得是他中意的鹅蛋脸，并且得接受过系统的民族舞训练，具备扎实的舞蹈功底。因为咱们要走的是高端路线，光有外貌和专业还不够，学历还得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谈吐和情商都得能上得了台面。
等这一层层筛选都过了之后，最后一关还得通过许老板的亲自面试，只有他看顺眼了，才能正式入团。不同于某些要求高却抠门的跨国公司老板，许老板那叫一个慷慨大方，凡是顺利入职的，没有一个被亏待。从试用期开始到级别最高的特级演员，每个级别都有远高于同行标准的薪资。就算在最底层的试用期，基础月薪也有8000元。等到最高级的特级演员，月薪高达28000元。要知道，在同样高标准严要求的文工团里，试用期月薪才2000块左右。就算晋升成了正团级，基本工资也才5000元，还赶不上恒大一个试用生。在这样优厚的待遇下，不少文工团的好苗子也被吸引了过来。除了基本工资之外，歌舞团的成员们还能入住标配的高端公寓，享受自助餐饮服务，专车负责接送，吃喝住行全都一步安排到位。此外，还有额外的丰厚奖金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福利。歌舞团还经常邀请各大顶尖的舞蹈艺术家前来，为成员们进行培训授课。表现优异的学员还有机会前往国外，进入国际知名的艺术院校继续深造。林林总总的开销累计下来，一年至少需要1亿人民币。而在整个歌舞团存在的14年时间里，许老板投入的资金就不下20亿。作为歌舞团团长的白珊珊，身价更是非同一般。网上传闻，仅他一个人的年薪就高达900万元。不过，许老板从来都没心疼过自己的钱包，反而觉得非常值得。即便在2018年之后，集团资金链变得紧张，开始背负债务之后，其他各个部门都纷纷开始裁员，但歌舞团的待遇却依然保持不变。就算到了后来恒大暴雷的时候，深陷2.4万亿的巨额负债漩涡之时，许老板还是没有削减歌舞团的开支，又继续养了他2年，直到整个集团彻底崩盘，他最终不得不将其解散。由此可见，他对这支歌舞团是何等珍视。当然，歌舞团也没有辜负他的栽培和心血。自打成立以来，恒大歌舞团就频频崭露头角，不仅多次参与恒大内部的团建和高级应酬活动，还4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并荣获过全国舞蹈大赛的金奖。作为歌舞团的台柱子，白珊珊不但自己能轻松驾驭各类舞蹈，还能带领整个恒大歌舞团声名远扬，先后在北京“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亮相，表演了大气优雅的千年之路，还在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代表中国压轴表演了节目《杭州时刻》。凭借着精彩绝伦的表演，一次次为国争光，也给许老板挣足了面子。在2016年6月9日晚，恒大20周年的庆典上，白珊珊组织的舞蹈再次大放异彩，赢得了在场所有大佬的青睐和夸赞。然而这些都只是基本功，在本职的表演和团队管理外，他还经常跟随许老板出席各种商务活动，就连非常私人的酒局，他也是相伴左右。在一众大佬中毫不怯场，反而表现得左右逢源，因此一度被称为恒大的第一交际花。工作能力强，情商又高，这样的员工走到哪儿都是老板的心头宝。再碰上许老板这样出手阔绰的领导，必然少不了吃香的喝辣的。在恒大歌舞团被众人口诛笔伐时，有网友就爆出白珊珊的日常生活完全就是富婆级别。出行不但有专门的豪车和司机，入住的还是南山区的深圳湾1号，这可是深圳的顶级豪宅楼盘，里面的业主非富即贵，每平米高达40万。白珊珊住的那一套挂牌总价超过1亿5千万元。1亿5千万元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很多中型制造企业1年的利润，也是10万多个农民1整年的养老金，还能买到一名985理工科高材生大约720年的使用权。而以高薪闻名的华为公司副总裁及以上的高管，最高年薪也不过800万元。而白珊珊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他们。再想想那些掏空2个家庭，最终却买了恒大烂尾楼的老百姓，在看到白珊珊这套价值1亿5千万元的豪宅时，不知道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恒大歌舞团的姑娘们，每当有贵宾到来时，都是卯足了力气去表现的。恒大歌舞团在商业上也给集团出了不少力。就说和马爸爸的合作吧，马爸爸呢向来喜欢为人师表，虽然长得奇特，但在公众场合还是比较稳重的。可就在某次观看恒大歌舞团的演出时，他居然对着台上的姑娘吹起了口哨，脸上笑出的褶子从头到尾就没平过。他还时不时的点头，跟旁边的许老板夸上几句。看来这群姑娘的舞是跳到他心窝里去了。因为在恒大足球俱乐部的活动里，恒大歌舞团呢经常给球员和球迷们表演节目。当上俱乐部的第2大股东之后，马云自然也成了歌舞团的赞助人之一。
他集团旗下的优酷网还有淘宝网都提供过歌舞团的直播表演支持，以及周边纪念产品的售卖。当然了，除了跳舞招待贵宾外，在一些重要的宴会上，歌舞团的姑娘们也会充当起陪酒的角色。在中国酒桌文化自古有之，许老板在这方面也是做足了功夫。据说歌舞团里的成员个个巾帼不让须眉，很多男人的酒量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同时他们还非常会劝酒，既能灌醉你，还能让你笑得合不拢嘴。推杯换盏间，很多合作基本就谈得七七八八了。到了酒桌下，姑娘们再趁热打铁加把火，合同自然而然就能顺利拿到手。许老板这些年的开疆拓土如此顺利，这支胭脂军团可是出了不少力，而且在一些危急关头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作为一个大集团，难保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或是遇到一些男人也无法解决的事儿。歌舞团的成员们又会出马，纷纷化身起了公关小姐。正所谓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以柔克刚反而能出奇制胜。姑娘们常常混迹在大佬之间，个个身经百战，柔软的身段配上灵活的大脑，拿捏起人情世故来，那叫一个游刃有余。就连许老板都曾笑着甘拜下风，我搞不定的事，他们都能搞定。当然了，至于如何搞定，那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反正1年上亿的钱没白花。可谁会想到，就在许老板带着歌舞团四处旗开得胜、春风得意之时，集团却突然爆雷，昔日的全国首富一夜变成首富。而依靠许老板养活的歌舞团也跟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深陷舆论的漩涡。尤其是作为团长的白珊珊更是成了众矢之的。毕竟靠跳舞就能住上一个小目标的房子，过上了中国无数牛马们干10辈子也都难以企及的奢靡生活，不拉仇恨才怪。一些好事的网友更不惜连夜扒开了白珊珊的微博，翻出了她曾经说过的一句经典名言：一赌就是整个青春。赌什么？老板的10年宠爱吗？一将功成万骨枯，大众被恒大的烂尾楼气得无处发泄怒火，直接把炮口对准了白珊珊和歌舞团，炮轰他们是红颜知己祸国殃民的妲己。网上更是大肆传言，歌舞团的前团长林丹丹曾是许老板的最爱，白珊珊来了之后呢，却靠着某种下作功夫，一跃成为许老板眼前的红人，取代了林丹丹原来的位置，还把她挤出了舞蹈团。对于这个说法，2023年11月2号，林丹丹率先在社交媒体上澄清，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担任过恒大歌舞团的团长，他是因为个人原因离职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随后白珊珊也录制了一条视频辟谣，称自己的豪车豪宅都是正经工资买的，他从没做过和工作无关的事。这番模棱两可的说辞，网友们并不买账。在视频的18万条评论中，有17万条都是阴阳怪气嘲讽的，其中要求最多的就是想看看艳名远扬的墩墩舞。其实这也不怪网友们，只因这个工作的范畴根本无法界定，也说不清。跳舞是你的工作，陪领导去陪酒应酬是工作，在 KTV 唱歌跳舞哄徐老板开心也是工作。还有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要是能拿到钱，这也能算是一份工作。更何况虽然他专业能力确实优秀，但在舞蹈这个圈子里，其实还排不上那种顶尖中的顶尖。这样就能拿到年薪几百万，集团的薪酬制度真的没问题吗？面对这些质疑的声音，白珊珊再也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反而删光了所有的微博，彻底不再发声。这番举动更加惹得大众浮想联翩。众所周知，古往今来，只要女人入了男人的圈子谋生，大部分都难逃污名化的命运。作为局外人，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知道歌舞团到底有没有权色交易的事。但对于恒大帝国的崩塌，许老板辜负万千民众的事，歌舞团怎么也算不上是头号罪人。毕竟从许老板以往的作风就能看出来，集团能有今日和他日益膨胀的野心，还有自命不凡的自信脱不了干系。想当年被称为世界铜王的正威国际集团的创始人王文银送了许老板一首藏头诗牌匾，全文是许地血脉家国情怀印象中国，卓尔不凡，越界成就，且行且远，伟岸人生，大器天成。每句的首字连起来就是这么一句完整的话，许家印卓越且伟大。可见送字的人拍马屁的功夫真是了得。许老板当年也是毫不客气，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就收下了，然后就开始一路买，别人家的矿泉水撑死了也就卖2块钱，他推出的恒大冰泉一上来就敢卖5块。不过话说回来，水倒确实是天然的矿泉水，
可大张旗鼓地投了70多个亿，使劲吆喝宣传，结果40个亿都打了水漂。再者就是他那无比钟爱的恒大足球队，12年狂烧170个亿，结果惨亏70多亿，最后还以球队的解散而告终。以上这些还都算小意思，许老板跟风搞了恒大汽车也叫厉害，投资了700多亿，却亏损了上千亿元，股东们亏得血本无归。反观人家雷总，只投了100多亿搞汽车，如今卖得热火朝天，光去年营收就突破了300亿元。有的人坐拥亿万财富，却依然兢兢业业、谨慎前行；有的人财大气粗，却挥金如土。我们的许老板或许早就忘了曾经在农村的苦日子，有了钱就任性，于是就有了60岁当首富，66岁沦为了阶下囚的跌宕人生。纵观恒大的发展史，它的衰败其实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而所谓的歌舞团，说到底也不过是他用来搅动资本的工具，如何使用，走到哪一步，终究还是徐老板说了算。即便没有褒姒和妲己，周幽王和商纣王依旧会沉迷美色，荒废朝政，两个王朝也终究难逃覆灭的命运。所谓红颜祸水，不过是世人找的借口。王朝更替，企业兴衰，怎能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女人身上，背上黑锅，还顶上了遗臭万年的骂名？既不公，也大可不必。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